我们今天要来挑战一下这个鱼缸的羊水马达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们之前有一集不是处理过这个鱼缸的羊水马达吗？那一集好像失败了。我们现在就来快速的回顾一下上一次的影片。插的电感觉还是有那种声音，应该是里面的轴承有一些磨损了，它有间隙。有间隙的话，它就没办法转得很正，它就会这样扭来扭去，所以会发出这种叽叽乖乖的声音，震动的声音。算了，所以我看还是直接换新的好了。今天这个就有修理，可是没好，浪费时间，直接换新的。后来越想越不甘心，决定买零件来更换，再次挑战这个鱼缸的羊水马达。好，我们零件买来了哦，各位看一下，买了这么多个，这个就是鱼缸用的羊水马达的培林。我一次买了10颗。我在买这个培林的时候询问了一下，台湾公司在卖的一般都是日本制的，一颗的价钱大概是50-60块。想了一想，50-60块一个马达要用2颗就100多块了，感觉这样子好像不太划算。后来淘宝上面找，他说这个是大陆制的，但是也是 NSK 日本的牌子。刚刚我说的50-60块的是 NSK 日本牌子，日本制造。然后这个淘宝卖的是 NSK 日本牌子，大陆制造。它一颗大概人民币2块钱，可能也就台币10块钱，所以我一次就买了10颗。这一次就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换这个培林，看看效果有没有比较好。各位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包装 ，NSK 牌子打了很大一个，不知道是真货还是假货。这个侧面有标注了型号，它的型号是634Z。打开这个盒子，取出包装，它这个还是有包装在塑胶袋里面的。这个好像有点像防油袋，而且还是密封的，看起来很真。把它打开来看一下，其实它的培林非常的小颗。这个培林的铁盖子上面，它会有培林的型号，不是一定要买跟我一样的型号。你要把你的机器拆开来，要按照你的型号去购买。买了10颗，今天就拿2颗来使用。首先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机器拆开，因为它这个壳真的有点软。我这一款的话，其实不用撬棒都可以打开，稍微用手挤压一下，这样子盖子就可以拔起来，还蛮好拆的。这边扣子也是把它解开，这样子就可以拿起来，然后再把上面这个风扇轮子拔起来。反过来，我们要把下面这一根拆下来，它是旋转卡上去的，所以我们就把它旋转放松。往下拉不出来的时候，要用点暴力，因为它里面有一个橡皮，这样子暴力把它拉出来。我们先把这一整块跟下面这个塑胶底盘给分离，这边2颗螺丝，上面这里1颗，下面1颗，把它转下来。接下来，它这个马达的两边各有一个黑色盖子，我们要把这个黑色盖子打开。一边是螺母，我们用钳子把它夹住，免得它跟着旋转。另外一边是十字螺丝，所以我们就这样子把它转开。这个马达的盖子它就可以打开了，两边都有盖子。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盖子里面就是有一颗培林，培林的铁盖上面会有型号，所以就是要照着这个型号购买。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培林取下来，从这个方向不好把培林取出来，所以我们就要从反方向稍微斜斜的抵住里面的培林，然后我们可以敲一下，换另外一边再敲一下，再换一个方向再敲一下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里面的培林取出来。它这个里面是还有一个黑色的橡皮垫，同样的方法再拆另外一边。培林取出来之后，这个黑色橡皮垫用手就可以把它拉出来，长这样子。我们现在两边都拆开了，然后我们就准备把这个旧的培林换成新的。先稍微把这个橡皮的内侧跟外侧都上一点真车油，你要使用黄油也可以。然后我们先把新的培林放进去。现在先不要急着塞到那个盖子里面，我们先放旁边。
另外一个橡皮也是一样，先上点真车油，让它有油滑滑的这样子。然后也把另外一颗新的培林放到这个橡皮垫里面。为了让这个转子等一下安装比较不会卡住，我个人是觉得先把这一个培林先装到这个转子上面，两头都先把它装上去。记得这个橡皮垫要向着外面，这样子先把它套上去。这一边的话也先把它套进去，就像这个样子。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转子放在中间，再把两边的盖子放回去，大概就会呈现这种状况。接下来是我个人觉得比较重要的地方，我们要让这个盖子很平均、很均匀的这样子盖起来。因为如果没有很均匀的话，这个转子它很有可能卡卡的，到时候会转不太动。我们可以先把这个螺丝穿到洞里面去，把它的位置都固定好，然后先用手慢慢的把它压紧，左右两边力量要均匀，也就是把刚刚有橡皮的地方压到它的凹槽里面去，然后手再试着转转看，看看有没有卡住。压紧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再把螺帽装回去，螺丝锁起来。锁的时候，我们也是锁到稍微感觉需要力量的时候就先停下来，不要一次锁到底。锁到底的话，这个盖子有可能会歪一边，歪一边的话，你这个转子就会卡卡。再把另外一边的螺帽也把它转上去，然后我们再确认一下这个转子有没有卡卡的。没有的话，我们也是两边轮流施力把它转紧。确定锁好之后，我们再确认转转看看顺不顺。没问题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把它装回底座上。各位注意一下，这个转子的上下可能会长得不一样，像这个上面就是一根平滑的，这个下面比较长，然后有一节一节的，这个就是在下方。所以各位在拆开的时候要注意看一下，不要装反了。装回底座之后，我们再用螺丝把它锁紧。装上去之后，我们已经迫不及待要来测试一下。现在我把电源打开，可能拍不清楚，但是它已经在转，这个震动非常的小，感觉这次应该是可以成功。我们再继续把其他的东西装回去。先把下面这根管子装回去，刚刚那个黑色套子就要对准这一根，然后用力插下去。我们可以先把黑色这一根的下面这个打开，这个地方也建议各位可以上一点润滑油，不过可能要用食用型的润滑油，不能用黄油或是什么，因为这个部分是在水里面的。检查一下转动这边的轴心，看看这个有没有跟着旋转，有跟着旋转就表示有插好。最后我们再把上面这个叶片插回去。我们现在插电试一下，感觉现在震动很小，而且也没有什么噪音。如果你在测试的时候发现有其他奇怪的声音，你可以每个关节稍微检查一下，特别是这一根黑色的管子，有可能里面的黑色橡皮套没有套好之类的，或者是稍微有一点歪，它都会有可能发出奇怪的声音。主要我们就是看它的震动会不会很厉害。现在这样子，我个人是觉得蛮安静的，基本上没有听到什么其他的杂音了。看来这一次一扫上一次失败的阴霾，这一次应该是成功了。再把剩下的部分装回去，这样基本上就完工。我们现在把它放到水里面测试看看。各位可以听一下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噪音，就是只有水的流水声。只不过这个水看起来好像没有很强，已经没有马达的噪音了。今天的挑战算是成功了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分享我的影片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